中美元首會晤匯聚全球目光，事宜释義。如何解讀中美在元首外交當中戰略再對表？跨越太平洋的會晤，中美後續互動奠定了怎樣的基調？大家好，我是謝飛，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隨着美國總統專機離開北京，那麼舉世矚目的中美元首峰會呢，在5月15號正式落下帷幕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呢，終於展開了他心心念念的中國之行。那隨行的這個豪華代表團更是匯集了美國政商界的頂級精英，包括了像國務卿盧比奧財政部長貝森特、國防部長赫克塞斯貿易代表格里爾，還有呢像馬斯克、黄仁勳等等等等，这17名富可敌国的美国企業界的巨头以他们这个总資產來算的話，說富可敵國完全不誇張。在14號上午呢，結束了這個首日的會談之後呢，兩國領導人呢乘車抵達天壇進行參觀。特朗普呢在天壇也不由得誇讚大美中國。天壇呢是北京市內著名的地標之一是明清兩代皇帝祭天祈谷的場所。那天壇的這個建築布局呢，透出了中國古代尊崇的天道秩序，以及呢天圓地方、天人合一的這些哲學觀。相比展示皇家權力和威嚴的故宮，天壇呢更多傳遞出這種和諧秩序人與自然相協調的這種意涵。天壇應該說並不是美國總統訪華的最常見的一個打卡點，但是對中美關係而言，天壇呢也有着特殊的意義。美國前總統像尼克松福特都曾經到訪過天壇。那作為這個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更是對天壇應該說是情有獨鍾，曾經10多次到訪，幾乎走遍了天壇的這個角角落落。我們回到這次峰會那這次峰會呢，應該說是信息量非常大，雙方呢對這次的溝通對話的這個評價也很高，所以呢可聊的點也非常多。那麼呢，今天呢謝飛呢就挑出幾個關鍵點來給大家做一個解讀在這次元首峰會上呢，這個中方呢首先提出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這個特朗普對此也表示贊同。據媒體報道中方領導人呢對這個特朗普表示說，建設性戰略穩定應該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應該是相向而行的行動。你看以上的這段表述呢，相信各位呢也都在這2天的這個新聞當中也都看到了。那麼中國外交部呢也對這一表述呢加以說明，說這個新定位將為未來的3年乃至更長的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了一個戰略指引。那麼我們該怎麼去理解這段表述呢？將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當中的一些關鍵詞咱們給挑出來，可能呢就會更加清晰了。那就是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你看16個字，這是繼2013年呢中方提出建設新型大國關係之後，對中美關係定位提出的又一構想。那之所以呢這次的這個會談一上來，中方呢就強調這些，我想這就是我們的這個大國智慧那就是必須先明確定位後邊的務實合作才好談嘛。否則如果第一粒這個扣子給扣錯了，那剩餘的扣子都會扣錯，就後邊就沒有任何的意義了，對吧？那麼另外呢，一個重點談到的問題呢是台海問題。中方呢在這次的這個會談當中應該說是特別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當中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說呢，處理好了，兩國關係呢就能保持總體穩定；處理不好，兩國呢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的中美關係就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那麼同時還表示說，這個台獨與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是中美雙方最大的一個公約數。那美方務必
慎之又慎的来處理台灣問題。其實啊，在近年来啊，这個中方呢關於台灣問題呢就反覆的強調過，台灣是中國核心利益當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當中的基礎，啊，是一條呢不可逾越的紅線。你看以上這些話，大家是不是耳熟能詳了呢？相信啊，這個很多人的耳朵裡邊聽出老繭來了，但是不知道美國人聽進去沒有。2022年呢，中方領導人在與美國時任總統拜登通話的時候啊，也曾經警告說，台灣問題處理不好會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而這次呢，直接使用了碰撞甚至衝突這樣的話。那麼相較呢此前的這個顛覆性影響，無疑這話說的就更重了啊，也更明確了。希望美方在這個問題上認清形勢，好自為之。可以說呢，中方這次呢對美方就釋放了2個重要信號。那首先呢是台灣問題呢對中國來講是首要的問題啊，頭號的事項，對中國的國家利益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說是超過了這個經貿問題。那其次呢，則是要求美方必須在台灣問題上做出一個正確的決定。因為這個中美關係能不能穩定，台海能不能和平，是吧？就取決於能不能處理好這個台灣問題。我就看到有媒體就評論到說大國外交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說馬上解決這個所有問題，而是什麼呢？管理穩定預期，確認呢不會任由矛盾失控。我認為呢這個說法是很有道理的，我十分贊同啊。中美之間不可能通過這個1次見面、2次見面就冰釋前嫌，但是在風高浪急之際呢，大家能夠是吧坐下來，就是穩定，然後呢才有空間把這個分歧呢我們擺上台面，攤到桌子上，並努力呢達成一個新的關係定位。無疑呢，在今天的這個中美之間，無論是經貿軍事還是科技等等領域的這個分歧，依然是根深蒂固。尤其是雙方圍繞着這個台灣問題、南海問題的這個博弈，仍令人不安吶。然而呢，特朗普訪華呢，將為雙方探索新的一個互動的模式，就提供一個重要的機遇，也會為中美元首舉辦更多的面對面的溝通來創造條件。自2017年以來，美國呢一直以這種大國競爭作為處理對華關係的一個框架。經過近10年的這個你來我往的較量雙方就認識到誰也無法擊倒對方。那麼戰略穩定呢，正在成為雙邊關係的一個新取向。中美避免兵戎相見，並展開必要的協調，這既符合兩國民眾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一個普遍的期待。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谢飞觀察，希望各位呢點按關注，同時將這期視頻轉發分享出去，讓更多朋友看到。我們下期節目再見。